阿尔巴尼亚 AI 政府官员上线，或将解决贪腐问题。提前进入欧盟，普京政府腐败严重，也许正是上马 AI 官员的好时机。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9月11号，阿尔巴尼亚总理艾迪拉马宣布了新内阁名单，里边出现了一个特殊成员，名叫迪艾拉的人工智能担任公共采购部长。这一下，阿尔巴尼亚成了全球第一个任命非实体 AI 当政府部长的国家。迪艾拉在阿尔巴尼亚语里是太阳的意思，虚拟形象是个穿阿尔巴尼亚传统服饰的女子。其实她早就和当地公民打过交道，今年年初就在电子平台当虚拟助手，帮大家数字访问政府服务，比如拿政府文件用语音指令办事，签发带电子印章的文件。这次升级成部长，职责更关键。拉马表示，以后招标决定权会慢慢从各部转移给迪埃拉，他要审查政府和私营公司签的每一份招标合同，客观评估合同优点。拉马还特别强调，希望靠迪埃拉让阿尔巴尼亚变成公共招标100%没有腐败的国家。毕竟长期以来，这类合同签订一直是这个巴尔干国家腐败丑闻的根源。拉马在2025年5月第4次当选总理，今年夏天就提过，想让国家有数字部长甚至 AI 总理。当时没人觉得这事儿会这么快落地，现在他还说会设个专用部门支持迪埃拉，推动 AI 在政府各部门的应用。不过奇怪的是，政府没说迪埃拉会受怎样的人类监督，也没提有人操作这个 AI 的风险，该怎么防范。阿尔巴尼亚想靠 AI 解决腐败，这个想法确实大胆又新鲜。要知道腐败这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为操作有漏洞，有人情往来利益输送， AI 没有个人私欲，按程序办事，理论上确实能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就像以前办个事可能要托关系看脸色，现在交给 AI， 只要符合规则就能通过。对普通企业和普通人来说，这确实是件公平的事儿。事实上，这对于面临腐败的政府也是个好消息。比如俄罗斯，虽然让俄罗斯蒙受奇耻大辱的库尔斯克之战已结束数月，但普京政府的清算还在继续。已有一大批俄罗斯地方官员因为边境防御工事建设问题而落马。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辛施坦因等人证实，库尔斯克州第2副州长巴扎罗夫已经被调查部门逮捕，并被移送到了莫斯科接受后续调查。有关部门正在对巴扎罗夫的住所以及他在库尔斯克州政府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其电脑以及通讯设备均被没收。巴扎罗夫是在今年2月被调到库尔斯克州担任副州长的，在此之前，他在比尔哥罗德州担任主管建设和交通事务的副州长。他此番落马也主要是因为在比尔哥罗德州任职期间的旧事，但这整件事还是要从库尔斯克说起。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普京政府拿出了上百亿卢布的资金，要求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等地进行边境防御工事建设工作。可在乌军突袭库尔斯克时，普京政府发现，不仅俄军在库尔斯克边境地带的防御松懈，原本应该迟滞乌军推进的龙牙等防御设施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莫斯科便开始针对边境防御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就在布良斯克、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3州都查出了问题。今年6月，土地关系等问题的比尔哥罗德州副州长扎伊努林因为在边境防御工事建设中滥用职权、挪用预算资金等问题落马。在审讯过程中，扎伊努林把此次落马的巴扎罗夫也供了出来。按照调查部门的说法，扎伊努林、巴扎罗夫2人与多名建筑承包商合谋，盗取了约10亿卢布的国防资金。而在布良斯克州，该州主管建设事务的副州长西蒙年科和州基建局局长朱拉都已被逮捕并面临刑事诉讼。俄内务部称，在西蒙年科等人的帮助下，参与该州边境防御工作建设的建筑承包商，在没有实际检查施工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就获得了8.2亿卢布的不合理报酬。目前，布良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的案件只涉及主管建筑等事务的副州长，库尔斯克州的问题却已经涉及州长1级官员。今年4月，前库尔斯克州州长斯米尔诺夫及前第1副州长德多夫被捕，2人被指控在边境防御工事建设期间贪污超过10亿卢布。斯米尔诺夫又将他的前任已经被调到莫斯科
出任交通部长的斯塔罗波伊特咬了出来，引发了7月的斯塔罗波伊特死亡案件。俄调查部门现在基本认定斯塔罗波伊特是畏罪自杀，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不到5个月时间，就有5名封疆大吏被捕，还有1名部长及官员身亡，足以说明俄罗斯边境防御工事建设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有意思的是，3州贪腐的调查都只波及州1级，没有影响到莫斯科的官员，更没有涉及俄罗斯军方，似乎都是地方官员的单独行动。可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建设不是完全由当地政府负责的，俄中央政府应该也要承担管辖职责，且很多地方官员背后有俄罗斯传统政商势力的影子。已经身亡的斯塔罗波伊特就被认为是和交通运输、建筑业巨头普京密友罗滕贝格兄弟的政坛代言人，而且所有的边境防御设施最终都是要军方参与验收的。但在这3个州的防御工事验收过程中，俄军似乎都没有提出问题，后续查出问题的也是内务部、检察院等部门，这自然会让人猜测是否有俄罗斯军内势力也从边境的防御工事建设之中收了钱，对工事存在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没有军方和中央政府的人被查出来，可能是因为普京还没有下定决心将调查进一步扩大化。补充一句，在国防部内的绍伊古派系被清理后，普京似乎将反腐行动的重点从军队转移到了地方政府。算上因贪污边境防御建设资金被捕的巴扎罗夫等人，俄罗斯今年已经有13位州长或副州长被捕，且涉事官员之中不仅有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官员，也有滨海边疆区等中东部地区官员。可以说，这场以防御工事腐败为起点的政治风暴已然揭示出俄罗斯体制内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与深层矛盾。诚然，目前的调查仍集中于地方层面，未直接触及军方与中央高层，但其规模与力度已释放出明确信号。克里姆林宫正借反腐之名，系统性削弱地方政商势力，强化中央集权。若普京决心将调查推向更深层面，或进一步牵出军方与莫斯科权力核心的利益链，甚至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清洗。然而，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彻底清算可能引发内部动荡，普京势必在速贪与维稳之间谨慎权衡。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开头提到的 AI 部长，也许上了 AI 部长以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吧。但反过来想， AI 终究是人类编出来的程序，它的判断逻辑全靠背后的算法和数据。要是算法本身有漏洞，或者输入的数据有问题，那迪埃拉做出的决策能靠谱吗？更关键的是，没人说清楚谁来监督它。万一有人悄悄改了算法，让 AI 偏向某些企业，这不就成了更隐蔽的腐败？到时候查都难查，毕竟普通人根本看不懂复杂的代码逻辑。还有，公共采购不是简单看合同条款就行，有时候要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地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比如某个偏远地区的项目，可能预算有限，但工期紧急， AI 会不会因为死守规则而错过最佳方案？人类部长能根据实际情况权衡， AI 能做到这种灵活变通吗？这些都是没解决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想加入欧盟，2030年之前成为正式成员国是他们的目标。虽然分析人士觉得这不太容易，但这次用 AI 反贪，说不定也是想给欧盟展示自己改革的决心。可欧盟对数据安全权力监督要求很高，迪埃拉要是没完善的监督机制，说不定反而会成为加入欧盟的阻碍。其实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 AI 能不能真的帮到自己。现有的 AI 助手能简化流程，这是好事，但把政府关键权力交给 AI 还是得慎之又慎。毕竟权力这东西，不管是掌握在人手里还是机器手里，都得有明确的约束和监督，不然再好的初衷也可能走歪。科技从来都是把双刃剑，用好了能解决大问题，用不好就可能惹大麻烦。阿尔巴尼亚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这份勇气值得肯定，但后续监督机制、风险防控必须跟上。要是真能摸索出一套靠谱的 AI 政务模式，说不定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可要是出了岔子，也会给全世界提个醒。AI 进政府不能只图新鲜，还得把风险想在前头。您觉得 AI 当政府部长靠谱吗？好了，今天的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